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可能你一直在想的问题，到底要怎么样才能真的改变你的人生？这不是那种老掉牙的靠意志力苦撑的方法，不，我们要谈的是一次更深层的系统重启，来彻底改写你的生命剧本。好，我先问问大家哦，年初的时候许的那些新年新希望，诶，现在还好吗？还在撑吗？如果你发现大部分早就无声无息的消失了，而且你还为这件事偷偷怪自己，那接下来的内容你真的要听好，这就是为你准备的。你知道吗？问题的根源其实有点残酷，但又非常真实。就像作家丹奎讲的，你之所以没办法改变，根本就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你一直试图在不改变你是谁的前提之下，去过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人生。你想想，这不是很矛盾吗？好，那到底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卡住了，好像在原地打转一样？这背后其实有很深层的心理学原因，绝对不是我就是意志力太弱这么简单而已。首先，第一个大魔王叫做身份防卫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想想看哦，这就像我们潜意识里的一个保全系统。当你想要做出重大改变的时候，其实是在挑战甚至威胁到你现在的自我形象。所以你的大脑为了保护这个现在的你，就会启动防卫，想尽办法把你拉回那个你最熟悉的地方。所以你知道吗？你的拖延症，它其实根本不是懒。从某个角度来看，这是你的大脑在保护你耶。它在想，只要我一直不把事情做完，我就永远不会被批评失败。你看，这是一种超聪明的自我保护机制，虽然，它也让你动弹不得啦。再来，第二个大魔王叫做精神伤。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复杂，但其实很简单。想象一下，你的大脑是一个房间，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主人，一个目标告诉他要整理什么，那会怎样？当然是越来越乱啊。在现在这个充满演算法、手机通知响不停的时代，这点特别致命。我们的注意力就这样被切得支离破碎，最后心里就只剩下一片混乱跟焦虑。所以，当你没有为自己的人生这场游戏设定好你自己的规则时，下场是什么？没错，你就会不知不觉地变成别人游戏里的 NPC，一个非玩家角色，被演算法推着走，被社会的期待绑架，被别人的规则牵着鼻子走，过着一种超级被动的人生。好，听起来好像很绝望，对不对？问题这么深，那到底该怎么办？答案绝对不是更用力的鞭打自己，而是要聪明的转变我们整个内在系统，让我们进入一种毫不费力的心流状态。你看这张图，这就是一场正面对决。左边是我们过去的老方法，靠意志力，那是什么感觉？根本就是自我惩罚嘛，撑一下下就没电了。但右边是全新的游戏玩法，从身份认同出发。当你打从心底相信我就是这样的人的时候，不去做对的事，反而会让你浑身不对劲，行动就变成像呼吸一样自然，变成一种本能。我举个超具体的例子，你马上就懂。对一个顶尖的健身狂人来说，你叫他去吃炸鸡汉堡，那才痛苦嘞，那才需要动用到意志力。为什么？因为健康饮食早就写进他的 DNA 里了，那是他的预设值。这就是从根源改变的力量。这就带我们来到这个超酷的概念——心流。心理学家米海里是这样定义的。他说，当你把所有的精神能量，也就是你的专注力，全部投入到一个目标明确，而且难度跟你能力差不多匹配的任务上时，你的意识就会进入一种高度有序、高度专注的状态。这个就是心流。那进入心流状态到底有多爽、多有用？首先，你的行动会变得跟呼吸一样自然，你根本不用逼自己。再来，那些廉价的多巴胺诱惑，像是滑手机、看废片，突然之间都觉得好无聊哎。最惊人的是，你的进步速度会像开了外挂一样，可能几个月的时间就达成过去几年都做不到的成果。
好了，理论听够了，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，来点实际的吧。没错，接下来就是重头戏，一个你今天马上就能开始的24小时人生重启计划，把它当做一场游戏吧。这个计划很简单，就3个步骤，像闯关一样。第一关，早上，我们要直面痛苦，打造一个反愿景。第二关，白天，我们要用随机闹钟打破惯性。第三关，晚上，我们要制定战略，把想法变成行动。好，第一关，早晨的反愿景，这一步很猛哦。我们要做的不是想象美好的未来，而是把对最坏结果的恐惧当做我们最强大的火箭燃料。好，你的任务是这样：拿张纸，诚实的写下来，那些你一直在抱怨却从没改变的痛点是什么，然后细细的去描写，如果一切照旧，5年后一个无聊的星期二，你会是什么样子？你的身体感觉如何？你每天醒来的心情是什么？接着用这股对平庸的恐惧写下你的新身份，我是那种会的人。来到第二关，白天的随机警报。这招的目标就是把你从那个自动驾驶的昏睡模式中一巴掌叫醒，让你重新拿回意识的主导权。做法超简单，在手机上设定几个不定时的闹钟。闹钟一响，不管你正在干嘛，立刻停下来，然后问自己荧幕上这个最核心的问题：我现在做的事，是把我推向我想要的那个未来，还是那个我最痛恨的未来？这个暂停的瞬间，就是觉醒的开始。最后也是最关键的第3关，晚上的行动镜头。这一步就是要确懂你白天的那些啊哈的领悟时刻，不会只是3分钟热度，而是能变成真正的改变。到了晚上，你的任务是写下那个一直以来卡住你的旧信念到底是什么，然后问自己一个问题：那个我正在成为的全新的我，他明天会理所当然的去做什么事？找出最重要的2到3件事，然后不要只是想，打开你的行事历，把它们直接写进去。好的，我们来到最后了。这一切的精髓其实可以浓缩成一个最简单也最强大的原则：把你的梦想从模糊的愿望清单变成你日历上一个个具体的承诺。所以，我想反问你一个很诚实的问题：你的那些梦想现在到底在哪里？是在一本笔记本里变成一条条模糊的目标，还是已经变成了你明天行事历上一个个具体的待办事项？这句话可以说是今天所有内容的总结。听好了，如果一个梦想只存在你的目标清单，却从来没有出现在你的行事历上，那其实代表你从来就没有真的打算要成为那个人。真正的改变永远不是等一下或下个月，就是现在。马上拿起你的手机，设定好你明天的闹钟。这场为期1天的自我重构游戏，从这一秒就正式开始。